呀，我太受欢迎了！男人一定要有男人味儿，女人一定要有女人味儿。大家好，你用过约会软件吗？这些约会软件我都用过。其实通过约会软件，我认识了很多有意思的人，很多可能在我平时的生活中不会认识的人。我觉得这些人当中，大部分人还是挺好的，是好人，只是可能我们都不太合适，所以没有继续发展下去。但是，我在约会软件上也认识过，几个吧，就是奇怪的人，奇葩的人。奇葩就是让你觉得非常奇怪的人。那今天呢，我要说一个故事，一个我在约会软件上遇到的比较奇葩的人。这个人，我跟这个人呢只见了一次面。那我们的这次约会见面，应该是我参加过的约会中最短的一次。好，所以你们听我慢慢说。那这个故事呢，发生在去年的差不多这个时候，对，好像是去年的7月，所以差不多是1年前。那我跟这个人应该是在 Hinge 上配对的。一般呢，我在约会软件上会先很认真的看这个人的照片，然后去读他写的东西。因为我不想很随便的跟人配对之后啊聊天，然后又发现两个人聊不来，就非常浪费时间，也让我觉得很累。所以我在约会软件上会先仔细看这个人的页面，然后我觉得，真的好像挺有意思的，我想认识他，这个时候我才会右滑。那当时这个人，我看他的照片，我觉得，诶，不错，看起来高高的，有点儿帅。然后他是一个律师，然后他写的东西是他喜欢运动，喜欢读书。我想，好像还不错，应该是一个挺聪明的人吧，所以我就跟他配对了。那配对之后，我们聊了几句之后，他就约我去见面喝咖啡。其实一般呢，我在跟一个人配对之后，会先在约会软件上发信息聊天，大概聊聊1个星期左右，然后我希望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可以先打一个电话，聊一聊，因为有的时候我去一个约会之后，发现啊，我跟这个人完全聊不来，我们就是坐在一起非常的尴尬，所以让我觉得非常浪费时间，所以我很想先看一看我跟这个人打电话。是不是可以聊得来？我也想听一听这个人的声音，他的感觉是什么样的。那跟这个人呢，我们配对聊天，聊了几句之后，他就约我去喝咖啡，那我也同意了。因为当时我想，可能主要是因为我当时真的在约会软件上发信息聊天，聊得有点儿累了。我觉得每一次都重复同样的问题，每一次都是这种闲聊，聊一些有的没的，比如说，你今天怎么样啊？你这个星期怎么样啊？你的工作怎么样啊？你周末做什么了？你有什么爱好？你一般下班以后会做什么？就是每次聊这样的问题，同样的话题，我觉得好累。所以，在这个人他约我去喝咖啡之后，我想
也好吧。他看起来在他的照片中看起来挺不错的，那我想我们可以见面看看有没有这种火花，有没有化学反应。所以我们就约在了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咖啡馆见面。从这个咖啡馆到我家开车差不多20分钟。当时我们应该是可能星期二、星期三配对的，然后我们就约在了星期五下午6点，我们都下班以后去见面喝咖啡。所以我们真的很快就见面了。那天星期五5点多，我做完了我的工作之后，我就开车去了这个咖啡馆儿。是我先到的。我到的时候他还没有到，所以我就先点了一杯咖啡，然后我找了在门口旁边的一个座位坐了下来。我想我坐在门口，这样他一进来就可以看到我。所以我就等了差不多10分钟、15分钟之后吧，他也到了。其实他从外面往这边走的时候，我就认出他来了，因为他真的挺高的。然后他看起来跟他的照片是一样的。所以我想，不错，这个人起码他看起来是照片里的样子。而且他确实有点帅。挺帅的。然后他在外面他也看到我。他也认出我来了。他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微笑，那我也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微笑。我想在那个时候我们2个人，我们对对方的印象感觉都还挺好的，挺不错的。那他进来之后坐下，我们2个人打了招呼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谁谁谁。他是谁谁谁。然后我们闲聊了几句。他先跟我道歉，他说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刚才我工作有一点事情。然后我来的时候又有点堵车。车有点多。然后他问我你开车过来开了多长时间？你来的时候路上的车多不多？所以聊了几句，我觉得这个人看起来也挺有礼貌的。不错。然后他说你等一下，我也去点一杯喝的，然后我们回来继续聊。我说好 OK。所以那他点了一杯喝的回来。我们这个时候就决定，去咖啡馆外面的门口有几个座位，我们去外面坐下来聊。因为当时在咖啡馆里面很冷。那个空调开得很大。然后那天外面的天气也非常好。所以我们拿着自己的咖啡去外面坐下。坐下来以后呢，就开始了有点正式的聊天。然后我记得他先问了我这个问题。他说所以到目前你用这个约会软件，你的感觉怎么样啊？你的体验怎么样？然后我说还可以吧，就是我认识的人遇到了挺多还不错的人，但是我们都不太合适，都没有感觉。我想可能也是像在多伦多这样的大城市，尤其是在网上约会，给人感觉好像你有非常多的选择，所以大家都很没有耐心去慢慢的了解一个人。反正我就大概说了一些。因为我觉得刚跟一个人见面，这样的问题就是你很难把它聊得非常深入。那我大概说了一些之后，我就问他，我说那你呢？你的感觉怎么样？然后他摇了摇头，然后做了一个很无奈的动作。太多了。
我有点儿受不了。然后我说：什么意思？什么太多了？你是说有太多女人给你发信息了吗？嗯，其实当时我是有一点开玩笑的，但是我没想到他真的说，他说啊，是，就是，哎呀，我每天收到太多信息了，哎呀，太多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然后我心里想，哇，这个人也太自信了吧，太自我感觉太好了吧。所以我开了一个玩笑，我说啊，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太受欢迎了？然后他就这样摇摇头笑了笑。但是其实当时我马上心里有一个感觉是，我觉得他应该不太自信。他应该有点没有安全感。因为我不明白什么人会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告诉对方说：“哎呀，我太受欢迎了，我每天收到太多的信息了，哎呀，我受不了。”就是我觉得这个人他应该是不太有自信，所以他很想告诉我说啊，我很受欢迎啊。所以当时我的感觉就有一点点不太好。但是我想好，没关系，我们还要继续了解对方。然后他又问了我第二个问题，他说：你觉得在一段亲密关系中，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起，什么是最重要的？什么可以让一段关系是快乐的，是健康的？然后我又说了一些有的没的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。我说可能首先要看这两个人是不是都够成熟。他们对自己是不是够了解？我是不是了解我的需求，我想要什么？然后也要看两个人是不是合适。还有就是要很好的沟通。反正就是大概这些吧。因为还是我觉得这种问题可能很难一下说清楚。而且当时我开始有一个感觉是，他好像对我说什么不是非常感兴趣。他好像在等我问他同样的问题。所以我就问他，我说：“那你呢？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？”然后他说：“他说，我觉得男人一定要有男人味儿，女人一定要有女人味儿。”所以这个当时我听了，我就又不太舒服了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：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男人一定要有男人味儿？什么是男人味儿？什么是女人味儿呢？他说，就是，女人一定要尊重男人，女人应该听男人的意见。然后我说啊，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女人一定要听男人的意见？在什么事情上女人要听男人的意见？比如说今天我决定想穿什么样的衣服，或者今天在我的工作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决定，那这些事情我也要听你的意见吗？就是这是我自己的事情啊，如果我可以自己决定吧。然后他就摇了摇头，就是有一点不屑的笑了一下，他说你不懂我在说什么。然后我说所以你在说什么呢？你觉得什么叫女人应该尊重男人？所以男人不用尊重女人吗？男人不用听女人的意见吗？然后他说，他当时说了什么？我想一想。嗯，
哦，他说啊，你要穿什么衣服，当然你自己可以决定。我的意思是，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，我们两个人要一起做决定的时候，那女人当然应该尊重，应该听男人的意见。那我说，所以男人不用听女人的意见吗？男人不应该尊重女人吗？这个跟男人味儿、女人味儿有什么关系呢？嗯，所以他当时就做了一个更大的这种不屑的表情，说：“你不懂我在说什么。”所以我感觉他的那种表现，在当时，他是已经，他有一点感觉受到了我的挑战。他没有想到我是这样的回答，所以他只能说：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然后他又说，他说那个男人味儿就是男人应该保护女人嘛，女人应该接受男人的保护。然后我说，那你觉得什么时候女人需要男人的保护呢？我说我生活了几十年，我快40岁了，我好像还没有特别需要男人保护的时候。然后他说，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外面，如果我们去外面吃饭，有一个人过来，他想跟你聊天，或者他对你说话让你觉得很不舒服的话，那我可以保护你。然后我说，好像这么多年来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过，哎，我好像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，是一个男人过来跟我说话，让我很不舒服，然后我需要另一个男人的保护。一般我自己是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。我不会让我的男人跟别的人打架，我不会让他过来保护我。我不觉得我需要男人的保护。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不说话了，他有点不知道说什么。然后这时候我想，他应该对我已经没有兴趣了，因为这时候我对他已经有点没有兴趣了。但是他等了一会儿，他又说了一句，他说：“男人应该带领女人。”他用的这个词是 lead，the man should lead the woman。lead 可以是带领，可以是引导，可以是引领。比如说，你可以说曼德拉带领南非人民走向了自由。你可以说一个公司的老板带领他的员工走向了成功。但是男人应该带领女人。当时我听到这个话，我马上完全不想再跟他说话了，因为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他一定是有非常严重的大男子主义的。他应该不是一个非常尊重女性的人，他应该不认为女生跟男生，女人跟男人是平等的。这是我当时的感觉。男人应该带领女人，应该引领女人。所以当时我就已经完全不想说话了，所以我就没有说话，我就坐着，然后他也没有说话。其实当时我就想回家了，但是我又有一点点害怕，我怕如果我马上说我要回家了，他可能会生气，然后我就有点害怕，所以我就在等他，等他说回家。因为我真的觉得当时他对我也没有兴趣了，因为他也没有在很积极的跟我聊天。我们两个就坐着，然后过了可能有
20秒，反正这20秒、30秒啊，当时觉得好长好长，可能有10分钟那么长，但是就只有10几、20秒左右啊，我们两个都不说话，他也不说话，然后我想啊，我不能再等下去了。所以我直接我说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两个应该不太合适，我想我应该回家了。当时我说这个话的时候，我想的是他应该是同意我说的，他应该也感觉到我们两个不太合适，但是我没想到，在我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他就是抬起头，眼睛里面是有一点惊讶的，他好像没有想到我说这样的话，但是他眼里有惊讶之后，很快他就马上说好，好，然后他就拿着他的杯子一下站了起来，就是有点生气的样子，就站了起来，就要往那个咖啡店里面走。然后当时我就想，这个人怎么像一个小男孩一样？就是当别人拒绝他之后，他就生气了，就走了。然后我想，好吧。所以，因为我们都需要把我们的咖啡杯带回这个咖啡馆里面，所以他拿着他的杯子在前面走，往咖啡馆里面走。那我也拿起我的杯子，在他的后面往咖啡馆里面走。那在我走到这个咖啡馆门口的时候，他已经把他的咖啡杯放到这个前台这里，然后开始往外面走了。所以在我到门口的时候，他已经要从门口出来了。所以我就先站到这个门的旁边，等他先出来，然后我再进去。那，在他出来的时候，我在这个门的旁边，他出来的时候，我还跟他说了一句再见。我觉得基本的礼貌嘛，我说了一句再见，他看也没看我，就走了。然后这个门，我觉得一般人会帮旁边这个要进来的人扶一下这个门，对不对？你要出来，你扶一下这个门，然后让我进去，你再关门。但是他也没有扶这个门，这个门就一下在我面前关上了，然后我就吓了一跳。当时我就觉得，哇，这个人，当时我真的觉得他像一个8岁的小孩，完全不成熟，就是又让人生气，又可笑，又可气又可笑，就是哇，这个人也快要40岁了，怎么是这样的人呢？所以我就放下咖啡杯也回家了。那这整个约会从我们见面到离开，可能一共就15分钟，非常非常快。所以这个约会，怎么说呢？我回家之后，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它不应该很影响我的心情，但是我还是觉得，真的莫名其妙，太可笑了。好，所以这就是我最短的一次约会的故事。那你们觉得这个人他为什么是这样子的？他觉得这个男人味儿、女人味儿到底是什么？他最后为什么这么生气的走了？那你们有没有参加过、去过什么非常奇怪的约会？你有没有遇到过非常奇怪的、奇葩的人？希望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跟我分享。那好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